根据去年美国司法部与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达成的协议，美国法院2号正式撤销对孟晚舟的全部指控，标志着这起涉及中国、美国和加拿大3国为期4年的孟晚舟事件正式结束。然而，美国政府针对华为等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压仍未停止，甚至变本加厉。去年9月，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与美国司法部达成暂缓起诉协议。美方同意于2022年12月1号，也就是孟晚舟因逮捕令而在加拿大被非法扣押的4年后，撤销对他的指控。按此协议，美国检察官已于当地时间12月1号请求当地法官驳回对孟晚舟的所谓银行欺诈等指控。次日，美国纽约东区法院法官唐纳利正式撤销上诉指控，且检方不能就此再重新提起诉讼。美国司法部同一天也表示，孟晚舟在期限内没有违反协议，因此指控被完全撤销。英国路透社、美国福克斯商业新闻电视台等外媒均以美国法官驳回对导致美中关系紧张的华为首席财务官的起诉为题进行报道，并称这或许意味着中美关系特别紧张的阶段已被画上了句号。持续4年的孟晚舟事件实际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美国法院最终撤销对孟晚舟的这样一个起诉，也就说明中方在这个问题上始终站在了这个正义的一边，站在了法律的一边，最终赢得了这一场外交的胜利。2018年12月1号，孟晚舟途经加拿大温哥华机场转机时，被加拿大警方拘捕，理由是美国指控他在华为的伊朗业务上误导汇丰银行。由此，美国和加拿大的政治操弄开启了涉及3国的长期司法与外交博弈。中国外交部曾多次指出，事实充分证明，这是一起针对中国公民的政治迫害事件，目的是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对孟晚舟女士所谓欺诈的指控纯属捏造，就连被美方指为受害者的汇丰银行也出具了足以证明孟女士清白的文件。美国、加拿大的所作所为是典型的任意拘押。2019年1月，美国司法部起诉华为和孟晚舟以延长拘押时间，但美方迟迟没有向加拿大提出正式引渡请求，更加证实这是一宗政治迫害事件。在遭到加拿大政府任意拘押的近3年间，孟晚舟被迫戴上电子脚镣，并被软禁在温哥华。面对美加联手捏造莫须有罪名迫害孟晚舟，华为公司一直坚持走司法程序，坚守不认罪、不接受罚款的正义底线。此外，中国政府始终站在孟晚舟的身后，为其提供强大支撑。中方在司法层面、道义层面、外交层面，甚至于全球战略层面，不断给美加当局施压。据初步统计，3年时间里，中国外交部就孟晚舟事件发生超过60次。经过不懈努力，去年9月24号，美国司法部与孟晚舟达成协议，并且通知加拿大撤回引渡要求，加方当即无条件释放孟晚舟。25号晚，孟晚舟乘坐中国政府包机抵达深圳宝安机场。曾是特朗普亲信的博尔顿就在其2020年出版的《事发之事：白宫回忆录》一书中披露，特朗普当时想拿孟晚舟当作对华贸易谈判的筹码。2018年，孟晚舟遭到加拿大拘押时，正值中美关系因美国单方面对华发起贸易战而恶化阶段。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如果孟晚舟事件对达成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贸易协议有利，他将出手进行干预。这再次证明，孟晚舟事件就是一起美国迫害中国公民、旨在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政治迫害事件。据美国媒体报道，拜登政府上台后有意卸下特朗普设下的人质外交包袱。去年7月，美国副国务卿舍曼访华，外交部副部长谢峰在天津与其会谈时提出2份清单，其中就包括敦促美方撤销对孟晚舟的引渡内容。去年9月10号，中美2国元首通电话，外交部其后证实，习近平主席明确就孟晚舟事件做工作，要求美方尽快妥善解决。美国《纽约时报》当时也报道称，孟晚舟事件能够妥善解决，成为打破中美外交僵局的关键。2周之后的9月24号，孟晚舟就坐上了飞往家乡深圳的中国政府包机，结束了1028天的被美加联手迫害的日子。拜登执政之后呢，提出希望能够管控中美之间的这个战略竞争，那希望中美关系能够回到了健康稳定的轨道。那中方在和拜登政府进行交涉的时候，也提出必须要圆满的解决孟晚舟事件，不要把这个经贸问题这个政治化和武器化。那所以说，从孟晚舟被关押到孟晚舟无罪释放，
这个体现出来这个中美关系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的这样一个演变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孟晚舟事件正式结束，但美国针对华为公司的诉讼仍在继续。该案将在明年的2月3号举行审前会议，具体审判日期尚未确定。作为 5G 技术的领先者，华为一直是美国政府重点关注的对象。自2019年5月，美国将华为公司列入实体清单以来，美国对其打压从未停止。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近日还扬言，拜登政府在必要时会对华为采取进一步行动。华为面对的打压和封锁不会终止，而且会继续加码。就在上周，拜登政府再次出台禁令，以所谓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禁止销售和进口华为、中兴、大华、海康威视、海能达等5家中国公司生产和制造的新设备。这一举措被视为华盛顿对中国科技巨头的最新打压。此外，美国还被曝对欧洲盟友施压，试图让他们追随这一禁令，对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进行全面封锁。不过，在荷兰明确拒绝随美起舞之后，德国经济部发言人2号也表态称，德国无意效仿美国，对华为等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制造的产品颁布大范围禁令。拜登政府呢，虽然不认可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个在手段上，比如说极限施压或者搞人质外交，但是他在对华战略定位上，两者并没有本质性的这个差异。而且拜登政府认为这个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呢，这个科技是根本。那所以说，拜登政府在科技方面非但没有了这个撤销特朗普的一些错误的做法，相反，在这个打压中国科技企业方面，甚至呢这个变本加厉。那实际上也不利于中美关系的健康和稳定发展，不利于中美关系呢开辟了这个新篇章。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对于美国法院正式撤销对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全部指控，您作何解读？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个事情并没有什么意义，甚至都算不上是什么新闻。因为早在去年9月份，随着孟晚舟与美国司法部达成暂缓起诉协议，以及孟晚舟的回国，这件事情就已经是暂告一段落了。现在美国检方正式请求法院驳回对孟晚舟的银行欺诈等罪名的指控，只不过是按照去年签订的协议在照本宣科的演出而已。同时明眼人也都知道，美国司法部之所以会跟孟晚舟达成暂缓起诉协议，其目的无非是2个，一个是要向外界暗示2018年美国司法部要求加拿大方面扣留孟晚舟的做法并没有错，二是要向外界证明美国在处理这个案子是完全按照法律程序在走的。也就是说，美方这样做既是为了维护美国司法的脸面与尊严，同时也是为了撇清自己的法律责任，防止将来孟晚舟反过来状告他们。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也可以这样讲，美方是在为自己寻找下台阶，或者说是在为自己当初的鲁莽行为擦屁股。因为所谓的暂缓起诉本来就是美国与加拿大司法体系中一种常见的和解模式，也就是对于那些审理成本过高、相关证据不够充分且容易形成旷日持久僵局的案件，检察官往往会采用这种模式来寻求和解。打破僵局的方式还包括达成认罪协议，被告需认罪并接受以罚款为主的惩罚。而在这起暂缓起诉案件当中，孟晚舟既没有认罪，也没有被罚款，但美国检方却最终做出了撤诉的决定。这也就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了，美方不仅心里面是发虚的，而且想要草草结案。那在您看来，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操纵着美国的司法部门最终撤销了对孟晚舟的所谓银行欺诈等罪名起诉呢？毫无疑问，我认为是拜登政府或者说是来自政治的力量最终操控了这起所谓的司法案件，或者说在这起案件中，政治力量才是幕后的真正操纵者，而美国与加拿大的司法部门只不过是在前台按照剧本表演的木偶而已。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看见了，在这起案件发生之初，美国与加拿大方面曾经声称孟晚舟引渡案是一起纯粹的司法案件，与政治无关。同时，美国与加拿大的司法是完全独立的，将会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完全依照法律公平地审理这起案件。然而我们知道，
最终决定这个案件的走向与结果的，既有来自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曾经放话称，假如中方在经贸上做出有利于美国的让步，他将出面要求美国的司法部门放人。同时更有来自中美两个大国外交与政治博弈的因素。正是因为中美两个大国就此展开了激烈的外交与政治博弈，并且最终上升到了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过招的层面，这件事情才峰回路转。因此这件事情最终戏剧化的落幕，不仅戳破了美国有关引渡孟晚舟是纯粹司法案件，不涉政治的谎言，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戳穿了美国三权分立、司法完全独立的神话。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不认同加拿大才是孟晚舟引渡案最大的输家这个说法。其实美国才是真正的输家，而且是直接输掉了底裤。因为美国不仅未能实现利用孟晚舟引渡案来绑架华为，逼迫中国在中美经贸战中让步的这样一个目的，而且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形象，尤其是司法独立形象。尽管美国撤销了对孟晚舟的指控，但针对华为公司的诉讼仍在继续。您对此是如何看？我注意到有评论认为，美国检方正式请求法院驳回对孟晚舟的所谓银行欺诈等罪名的指控，意味着中美关系将迎来转折。对此，我本人持保留态度。我认为美国检方的这个行为，仅仅意味着孟晚舟引渡案本身得到了解决，并不意味着华为的问题，或者说美国刻意打压华为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更不意味着中美之间的深层次问题，包括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冲突、中美贸易纠纷等问题也得到了解决。相反，这些问题不仅一直存在，而且中美还将围绕着这些问题而继续激烈的博弈下去。我甚至认为，美国司法部释放孟晚舟，美国检方撤销对孟晚舟的起诉，仅仅是一种策略，一种权宜之计，其目的是为了更加集中火力来对付华为。这就是美国司法部门在不要求孟晚舟认罪，但仍然要求孟晚舟以书面形式写下长达4页纸的所谓事实陈述，而且不得在事后反悔与反驳的原因。因为在美国司法部门看来，这些所谓的事实陈述将会成为他们转而控告华为的依据和把柄。因此，虽然孟晚舟引渡案这件事情已经翻篇了，但华为面临的司法案件才刚刚开始。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乌军进攻。乌克兰方面则表示，乌军当天在东部战线多地击退俄方进攻。双方持续热战之际，欧美与俄罗斯之间的能源战愈演愈烈。在美欧对俄方海运石油提出价格限制的同时，俄方表示要成立天然气联盟来进行反制。能源危机陷入死胡同，欧洲经济怎么办？来看看报道。在欧盟推出8轮对俄制裁后，又酝酿第9轮制裁。据悉，对俄罗斯能源进行价格限制将是重点。2号，欧盟27国就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设为每桶60美元达成一致，低于外界预估的65至70美元每桶。据法新社消息，波兰一度反对这一协议，声称要将价格上限定为30美元。而周五当天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85美元。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60美元每桶的价格高于推测俄罗斯原油成本价每桶44美元。欧盟认为这样不至于令俄罗斯减产，同时也不让其盈利太多。另据大宗商品分析机构阿尔古斯的消息，周三俄罗斯出口给印度的乌拉尔等级原油售价为每桶48美元。有经济学家评论称，60美元的限价对俄罗斯几乎没有影响。60美元的限价，它其实更多的体现的一种这个市场的结构嘛。美国和这个欧盟的国家现在其实已经大部分降低了俄罗斯的这个石油的进口，甚至有些国家已经停止了这个石油的进口。所以在进行限价的话，对俄罗斯对这一方向的这个石油的出口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那么它可能更牵扯的是其他方向西方国家的这种限价的政策会产生一定的效果，但这个效果是非常有限的。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将不再向参与对俄石油限价的国家出售石油。俄罗斯央行第一副行长尤达耶娃表示，近年来国际石油市场一再出现剧烈波动，俄罗斯经济和金融体系显示出了应对能源市场冲击的韧性。
俄罗斯已经准备好迎接任何变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表示，欧盟这项举措将危及自身的能源安全，而且违反了市场法律法规。对俄罗斯石油设置价格上限由美国最先在七国集团中推动。今年9月的七国集团财长会就此达成一致，当时提出欧盟和美国拒绝对售价超过每桶60美元的俄产石油提供商业保险和融资服务，这意味着相关运输船只无法正常靠港，是一种事实上的禁运措施。但七国集团提供了一个缓冲期限，来满足成员国寻找俄产石油替代进口商的需求。实际上，有美国媒体曝光，美国企业在俄乌冲突后大批购入俄罗斯优质原油，加工成汽油等产品，在出口牟利。欧洲舆论对此十分愤怒。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分析指出，对俄罗斯石油进行限价可能将引发疯狂后果。这份杂志指出，限价的目的是减少俄罗斯的出口收入，但俄罗斯将以减产进行回击。最近几个月，欧美主要经济体领导人纷纷赴中东游说欧佩克增产，但效果不佳。一旦俄罗斯减产，全球能源价格将继续飙涨。国家利益杂志分析认为，布伦特原油价格可能会飙升至每桶380美元。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西方对俄制裁的成本可能会变得所有人都无法承受，一些大国很可能不会遵守价格上限制度。对于欧盟和七国集团提出的限价措施，俄方也正在酝酿反制措施。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近日表示，俄罗斯正在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讨论建立天然气联盟。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本周早些时候率先宣布了这一计划。佩斯科夫表示，三国将加强协调。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强调，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实际上自苏联时代起就有一个天然气运输系统，在天然气供应、加工及向其他目的地出口方面，我们有着巨大合作潜力。天然气的这个联盟其实是一个俄罗斯现在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想啊。那么实际上是这个俄罗斯多年前它这个力主成立的一个国际天然气这个出口国论坛的这么一个地区性的一个表现啊。也就是说，他想通过这个传统的这个天然气的出口国，那么构建一个比较稳定的天然气出口国的这么一个组织啊，来共同的协调这个出口。其实有很大的程度是要在这个整个国际市场的这个环境下，保住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国际的天然气的出厂的份额，想要这个摆脱自己这个因为整个美西方的制裁和对它的这个能源产品的禁运所带来的这个市场的一个问题啊。俄哈乌三国正在打造的天然气联盟显然正中欧洲缺气的要害。在俄乌冲突之前，欧盟约一半的天然气由俄罗斯提供，而目前4条北溪管道已经被炸断了3条，仅剩的1条也已经停止供气。俄罗斯牵头的天然气联盟具有较高的市场定价权，一旦成型，不排除更多天然气出口大国将加入，这让刚刚与卡塔尔达成15年期天然气协议的德国也感到不安。德国联邦议会能源主席克劳斯警告称，虽然德国和卡塔尔签署了能源供应协议，但是德国根本还没有找到俄天然气的替代品。彭博社指出，卡塔尔对德国的供气量仅仅相当于德国年进口俄气总量的6%。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突破和平宪法，以所谓增强自卫反击能力为由扩充军备。日媒今日爆料称，日本防卫省已提出约合人民币2584亿元的预算，准备在未来几年同时开发10多种远程导弹。与此同时，就购买战斧巡航导弹一事，日本已经与美国展开谈判，预计购买数量达500枚。这是日本分3阶段提升导弹能力计划的第一步，终极目标是要部署高超音速武器。2号，日本自民党和公民党就打击敌方导弹基地的反击能力达成共识，同意将其纳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相关文件。深圳卫视注意到，所谓的反击能力原先被称为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由于涉嫌违反和平宪法中专守防卫的条款，因此在今年早些时候将攻击的字样去掉，改成反击能力。根据日本读卖新闻近日报道，导弹是日本实现所谓反击能力的核心。日本防卫省正在研究远程导弹开发计划，提出将陆海空不同发射平台与高超音速、高速滑翔等不同飞行模式互相组合，将同时开发10多种不同的远程导弹。为此，防卫省已经向财务省提出5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584亿元的相关预算。另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政府提出了导弹发展的3阶段计划。第一步是购买美国产战斧巡航导弹，第2步是将升级1/2式地对舰导弹，
将其射程从目前的200公里提升到1000公里。第3阶段是开发高超音速武器。研发高超音速武器是日本建设反击能力的最终目标。根据最新的计划概要，日本将争取在2028年部署以5倍于音速飞行的高超音速导弹，并在2030年装备用于岛屿防御的高速滑翔导弹。日本政府投入巨资低调进行研发，储备了较多技术。今年7月，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成功试射了一枚验证超燃冲压发动机技术的小型火箭。有报道称，其速度突破5马赫，标志着日本在高超音速武器研发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日本共同社报道认为，日本的高超音速武器技术实力稳居第2梯队之首，但外界质疑，开发攻击性极高的高超音速武器是对专守防卫政策的背离。它这个技术呢，已经基本成熟。如果要开发5倍音速的导弹，应该说呢，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就距离的长度来说呢，也不会有太大困难。所以呢，它的这个突破呢，应该是很大规模的。它这个反击能力是打引号的，有可能呢，它会搞先发制人的导弹打击。外界注意到，根据日本政府公布的导弹3步走计划的第2步，对陆自现役的120岸舰导弹进行改进，是提升反击能力的支柱。这款导弹于2015年服役，由日本军工集团30重工研制，是一款亚音速导弹，射程只有约200公里。但防卫省要求将其射程改进到超过1000公里，成为防区外远程打击武器，预计2026年可以部署。有日本媒体认为，这显然是开发了一款新导弹，只不过是为了加速内部流程才使用了旧名称。根据日本防卫省公布的计划，这款导弹将被部署在宫古海峡两端，以便根据实际情况对宫古海峡进行封锁。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导弹3步走计划的第1步是向美国求购战斧巡航导弹，以求在2023年就完成部署。共同社报道称，日本政府打算到2027财年向美国购买最多约500枚美制战斧巡航导弹。目前，双方已就交易的具体事宜展开谈判，预计每枚导弹售价约为1亿到2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00到1000万元。战斧是美军现役的主力巡航导弹，除了搭载常规弹头的普通型，还有搭载核弹头的型号。战斧于1972年开始研制，1983年服役，几十年来进行多次改进，拥有多种型号，包括陆基、海基和潜射版本，最远射程为2000公里。由于战斧导弹射程远、飞行高度低且部分隐身，它的突防毁伤效果较强。2017年4月，特朗普下令美国海军从位于地中海的伯克级驱逐舰上发射59枚战斧巡航导弹，打击位于叙利亚境内由叙利亚政府军控制的沙伊拉特空军基地。美军公布照片显示，全部命中目标。早在2013年，日本政府修订防卫计划大纲时，就曾试探从美国购买战斧的可能性。不过，当时奥巴马政府担心触怒韩国等方面，没有积极回应。岸田政府今年8月改组后，再次将积极推动购买战斧导弹提上日程。日本防卫省计划将战斧配备在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以及宙斯盾驱逐舰上。分析认为，此前美国只向英国出售过战斧导弹，并严格限制英国再向其他国家出售。而美方终于松口并对日出售战斧，是因为其战略发生重大变化，需要日本在印太地区冲在第一线。美国现在呢，就是要加强对日本的武装，让他们在前沿呢，独当一面，然后呢，由美国在后边当操盘手。事实上，根据日本和平宪法及专守防卫原则，其装备的导弹射程被限制在150到200公里，而其正在打造的一体化导弹进攻体系已远超和平宪法规定的最低限度防卫装备范畴。相关动向虽然在日本国内以及国际社会招致广泛批评，但日本政府仍一意孤行，定于12月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等3份安保文件，预计将明确写入日本可以拥有攻击敌方基地能力，直接去打击敌国的国土和敌国的纵深地域。他这个政策一旦落实，就等于呢专守防卫的政策被彻底抛弃。与此同时，日本也正积极配合美国印太战略，企图借此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外界注意到，在美国印太战略大框架下，美日英澳4方安全对话机制自成立以来，双多边等各种形式的联合军演不断上演，规模也逐步扩大。
上个月8号到15号，美日印澳4国海军集聚日本关东以南的太平洋地区，展开为期1周的马拉巴尔2022联合演习，主要包括反潜作战、对空作战和海上补给等。包括美国海军里根号核动力航母、日本海自日向号直升机母舰均出席了本次演习。除了联合军演，日本还不断加强与相关国家在外交和防务领域的合作。日本外务省2号透露，日本和澳大利亚将于9号在东京举行两国外长和防长的2+2面对面会谈，这将是自2018年10月以来两国首次举行2+2会谈。期间，双方预计将就如何促进防务合作交换看法，并就两国安全合作发表联合声明。日本有没有追随美国战略的一面？这一点呢，毫无疑问肯定是有的。但是近些年来呢，尤其是在安倍执政时期，它不仅仅是追随美国。你比如说印太战略，就是安倍最先提出来的。美国实际上呢是迎合了日本的要求。2号，美国空军首次公开展示 B-21突袭者隐身战略轰炸机，这是时隔34年美国空军新型轰炸机的首次公开亮相。有观察认为 ，B-21其实就是 B-2的缩小版，无论外形尺寸、起飞重量还是航程载弹量，相比 B-2都有大幅度缩水。此外，驻日美军一架 F-35战机1号因故迫降之后，在牵引过程中前部起落架突然收起，导致机头触地。F-35战机近年来发生的事故主要集中在日本基地，这又是为什么？ B-21的揭幕仪式在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帕姆代尔的工厂举行。正式仪式开始前，美军3代战略轰炸机 B-52H 同温层堡垒、B-1B 枪骑兵、B-2A 幽灵先后飞过仪式现场上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出席揭幕仪式并致辞时表示 ，B-21轰炸机体现了美国在创新领域的持久优势。The B-21 Raider is the first strategic bomber in more than 3 decades. It is a testament to America's enduring advantages in ingenuity and innovation. And it's proof of the Department's long-term commitment to building advanced capabilities that will fortify America's ability to deter aggression today and into the future. 奥斯汀表示 ，B-21是美国过去50年间秘密从事技术研发的结果，即使是当今最先进的防空系统，也难以发现其踪影。值得注意的是 ，B-21目前尚未进行飞行验证。美国商业杂志此前报道称 ，B-21的研制并不顺利，没有实现原定今年首飞的目标。根据研发方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说法，预计这款第6代轰炸机将在2023年首飞，2026年至2027年投入使用。实际上 ，B-21去年就完成了样机制造，但1年之后才发布并推迟首飞，这显得异乎寻常。B-21的主要技术性能目前保密，但隐身性能无疑是这款战机最大的亮点。还有美国媒体声称 ，B-21将具备无人模式的飞行能力，其隐身性能由于采用了最新技术和材料而得到更大的提升。它的开放式工程结构为吸收未来更先进的技术搭好了框架。目前有6架 B-21轰炸机正在生产中。美国空军计划购买100架以部署核武器或常规炸弹。空军和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都表示，这款飞机的开发相对比较快，从立项到首款公开亮相用了7年时间，而其他战机或军舰项目往往需要几十年的时间。美媒报道称，2010年时，美国国防部要求 B-21的造价必须要比 B-2低，单价要控制在5.5亿美元之内。但近年来，美国通胀严重，累计计算下来，其单价已经高大约7.5亿美元。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无法将成本控制在合约规定的金额之内。美国空军此前也曾透露，对 B-21的涨价表示不满意。美国军方早先披露了一份文件证实 ，B-21大量沿用了现有技术，力求缩短研发时间，压缩研发成本。这也是美国空军对 B-21涨价感到不满的原因所在。有美国媒体推测 ，B-21或将使用 F-22或者 F-35的同系列引擎，将战斗机发动机用于战略轰炸机，这就注定其起飞重量将低于 B-2轰炸机。从首发视频和图片来看 ，B-21隐身轰炸机就是 B-2的缩小版，同样是飞翼布局、背负式进气道，尾喷口位于机身上方。综合美军发布的数据 ，B-21机长只有16米，比 B-2缩水5米；翼展42米，比 B-2缩水10米；主起落架机轮也减为2个。据此推测 ，B-21最大飞行重量大约为68到80吨，航程不超过8000公里，
载弹量约为5.5吨到9吨，而 B1B 的航程超过11000公里，载弹量高达60吨。其实到现在为止啊，我们说在这个 B21上面啊，那真正的关键数据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那么我们只能回来去分析美军在这个上面到底说过什么。其实美军对它的描述呢，一个是所谓第5代战区外发射或者战区外打击平台，还有呢就是所谓的除了轰炸机之外，它能够承担3项任务。那么一个是呢侦察，第二个呢是这个战场上空的控制和中继通讯，还有呢就是拦截。当然这些我们说可以视之为宣传啊，或者说是就是有很多诺斯洛普哥伦曼公司跟美国空军对它的想象，最后能不能实现，或者说能实现多少，要看后续在它上面投入多少的时间和这个成本。所以总的来讲，就是这架飞机现在距离真正的投入作战，那么可能距离尚远。据悉 B21项目的最初代号为2037轰炸机，因为它的计划服役时间为2037年，但美军在印太战略的压力下提速了其研发过程。与此同时，美国空军的需求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内部甚至还出现了对于轰炸机价值的争议。事实上，美军的战略轰炸机机队存在老化严重、维护费用高、可用机场少、容易遭到远程攻击等弊端。由于争议太大，美国空军决定推倒重来，于2012年放弃了1999年启动的计划，以一个全新项目取而代之。2015年，曾负责 B2研制的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击败波音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获得了新的研发合同。这意味着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在接到合约后仅7年就造出了 B21的样机，速度之快令人啧舌。甚至连美国防长奥斯汀也不得不强调称，这款战略轰炸机集成了过去50年中美国秘密军工技术，来给空军飞行员打气。现在来看啊，我们说美军为什么着急要买 B21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所谓的2037年轰炸机缺口，或者叫轰炸机的差距，就是大概到2027年以后，我们说随着像 B1包括 B2的大量的退休啊，因为现在其实 B2的机群维持20架已经是维持不住了。那么到2040年以后呢，美国人有些算法是，就是美军可能只能维持一个58到62架的这么一个轰炸机的编队。那么这个编队其实在美国的这个战略轰炸机编队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一个极低的数字啊，这个就是让很多的美国军方人认为，就这么点儿的数量似乎不能够满足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打击。那么而如果说没有全球打击能力的话，那美国战略空军就没有那么足够大的这种威慑性。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张思南。张先生您好。日本政府大幅扩充军费，谋求在5年内将自卫队经费提升至 GDP 的2%，即达到北约国家国防支出的理想水平。您对此有何观察？主持人好。第一，日本政府公开寻求加强武装力量，在我看来并不是什么新闻。事实上，它贯穿了过去21年我们这个岛国邻居的大政方针。2001年，小泉纯一郎上台，日本借着彼时美国反恐战争的浪潮，在政府层面抛出了国家军事正常化的诉求。2019年，安倍甚至宣布非战条款与日本发展部署远程巡航导弹并不矛盾。直到遇刺前2天，安倍还在公开演说中反复呼吁修宪，要求将自卫队写入宪法之中，也就是在法理层面上允许日本合法拥有军队。某种意义上，加强武装力量，实现国家军事正常化，可以说是2代日本政客20余年的共同诉求，而这一诉求显然也会在岸田政府身上延续下去。第二，正如我刚才所言，日本政府表现出一种加强武装力量的强烈诉求。事实上，进入21世纪以来，整个东亚，无论是中国、朝鲜还是韩国，甚至包括域外的美国社会在内，都弥漫着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的强烈怀疑，在互联网上随手搜搜，俯拾皆是。但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数据，就会发现，日本在加强武装力量投入的真金白银上，却是不成比例的，非常违和。事实上，直到2020年，日本军费才达到1%这个点。2021年，在补充预算案之下，日本军费达到 GDP 的1.24%，这也是超过半个世纪以来日本军费首次超过1%。至于你刚才提到岸田政府谋求在5年内将军费提升到 GDP 的2%，这其实也不是日本自民党第一次发出类似的狂妄声音了。我能追溯到的最近一次就是2018年，自民党明确表示要参考北约，将日本防务支出提高到2%。对比一下，不难发现和当前的相关表述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很明显，在日本长达20多年的强烈扩军诉求与长时间的克制军费增长之间有一个断层。那这个原因会是什么呢？这个问题非常困难，我也只能给到一些不成熟的猜测。我们先说日本要加强武装力量，日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大概有3类。第一是日本将中国视为某种生存威胁，这个猜测虽然刺耳，但它在现实主义角度是合理的。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日本作为一个岛国，资源高度依赖进口。以最基本的粮食安全来说，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的数据，日本当前粮食自给率仅有38%，其中83%的小麦、78%的大豆、97%的食用油依赖进口，更不要说石油、天然气这些能源产品或是矿产资源。而中国的台湾海峡甚至可以说是日本的经济命脉，超过40%的日本进出口贸易途经台湾海峡。可以想象，随着中国的崛起，尤其是当中国海权向深海延伸，日本的国家安全不可避免与中国的对外战略相关联。可悲的是，这无关乎中国的战略意志，仅在于日本看来，中国是否有这个战略能力。而日本为了避免受制于人，自然会倾向于强化自身军事力量。这是为什么近些年来日本在扩军问题上总是积极炒作台湾问题。第二个目的可能性是日本为了承担美国所赋予的西太平洋防务责任而不得不自我武装。事实上，自50年前的尼克松时代开始，日本就被美国赋予了一个明确的对抗性角色。冷战后，美国将与日本的军事同盟放大为亚太安全基石，而奥巴马在亚太再平衡战略中更是直接要求日本承担遏制中国的更大责任。我在之前的评论中讲过，日本对于为了美国利益而赌上自己的国运并不感兴趣，但随着中美间对抗性的加强，拜登乃至是后续的美国政府大概率会以更加强硬的态度要求日本履行遏制中国的责任，加强自身军事力量建设便是其中最基础的一环。不要忘了，日本还不是一个政治军事正常化的国家，其领土上还有超过55000人的美国驻军。第三个目的可能性则是日本的一招险棋，日本谋求通过加强军事力量来脱离美国的控制，并与中国就涉及日本未来国运的东亚新秩序进行博弈协商。日本朝日新闻曾言，美国已经不具备以往的国力了，因此中国越可怕，制衡中国的需求就越高，而如果美国自己无力下场，那也就只能放松日本脖子上的绳索。换言之，日本乐此不疲地渲染中国威胁论，其目的也许是让美国感到焦虑，而加强军备则是为了让美国觉得可以倚重日本，从而令日本的军事力量在法理上得到美国承认，进而获得政治与经济独立性。这其实就是战后德国实现国家正常化的模式。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日本加强军备向美国靠拢，是为了有朝一日能离开美国足够的距离。反过来，向美国靠拢也能抬高日本对中国的议价能力。如果中日不能在有关东亚的新秩序中达成一致，日本如果无法获得足够的安全保障，总是可以通过向美国靠拢来进行要挟。这3种可能性中，哪个是正确的，我不知道，因为我是学习国际关系的，不是研习周易的。但我可以提出3个问题供大家参考。首先，日本在战略上面临西边的中国和东边的美国2方面的压力困境。这3种加强军备的可能性中，哪一个有可能同时解决2个困境，而不是陷入任何一个之中呢？其次，更笼统一点而言，哪一个更符合日本精致利己、热衷战术投机而非战略坚持的国家性格呢？最后，哪一个又是日本可以通过协商谈判、通过嘴皮子上加强武装力量，而不用真金白银的投入就能操作的呢？好的，也谢谢张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